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7号。今天比特币操作的建议还是维持昨天的不变。昨天是首次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，比特币你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压回16800美金，止损位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个16600，最终是没破，所以昨天在买的朋友应该是在吃肉的情况下。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你短线朋友是讲要不要平仓。包括昨天视频在结尾的时候也是重点跟大家讲到这个狗狗币，你去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可能压回 0.069。 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做多有对的情况下，这一波比特币包括其他的一些币种上涨的目标会到哪一个位置，或者是最近金鱼的动向，等下也来跟大家跟踪一下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必要 OK 返用 20%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吧。昨天它价格还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要再压回这一个 0.0695。当然昨天是又猜中这个点位啊，所以有在这个位置买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短线先拿一拿，因为可能最近比特币我的观点还是不变。你如果要追的话，我已经讲了2天，昨天跟前天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你可以去做追价，或者是盘中1个小时有压回都可以买。到现在快17000了，17000我跟大家讲不重要啊，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压力位要怎么来判断，以及这个狗狗币现在是这样子哦，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画一个矩形给大家看嘛，这一根 K 线是很重要啊，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它有破位的一根 K 线，其实是在这一个，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根 K 线的下沿，所以昨天讲的这个点位也是接近这一根 K 线的下沿位置啊，非常的接近。那你去回顾昨天的视频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个量啊，所以这个位置有命中，那你短线，我的观点是你可以选择报，或者是短线你要便宜也都可以啊，留一部分报长线，因为目前整个中线它可能会在这个矩形震荡一段时间，已经跟大家讲了几天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它的均线啊。均线 20MA 目前还在这个位置，还有明天的话也将来到这个区间，所以这条 20MA 下一步不算是一个压力。至于为什么在这个位置还需要时间来震荡，那我们就要观察一下这个周线的牛熊线。我们可以明显的看一下，之前跟大家比对了有一段时间，很简单，当时有消息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以后，这一波拉升。我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你去比对这一根 K 线，这是20年的7月份左右啊，没错，是7月份左右。当时这一根拉起来以后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一个牛熊线是已经走成一个多头的排列，就是趋势已经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但是它压回的时候，这边整理一个区间，就是这样子，这边整理的一个区间，破位，那它这边破位以后，你去数一下周线的 K 线，它是横了可能有接近10周，所以现在才横了，可能最多就1周2周。我的观点是，狗狗币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震荡，不排除有可能这一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，就是因为前方的这一个位置，这边是有支撑，那前面也是一样，就是这边破位以后，它这边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就是因为这个区间有很强的一片支撑。其实形态是感觉就是同一个主力在画的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你先看吧，震荡到位，有一些筹码做对的话，耐心给我抱在手上，会不会在3月份还是4月份，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？那另外比特币，我要跟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这一波会给大家命中啊？从这一根开始有看到一个大量，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在留意这一根 K 线是什么情况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这一个量就已经出来了。那为什么它还会有一次杀回来，就是说继续洗的时候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量根本就超不过这边的量，所以早在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，就在暗示多方的抵抗，你压回来就要站在买方。那现在来观察的话，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量已经出来了，所以很多一些散户他可能只看到价格，没看到量的情况啊，他就觉得是不是比特币又要再下去？当然也是不排除啊。那我一直是跟大家讲，量能早就已经出来，包括这一根量都已经出来了。等到现在量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会下去。那我昨天跟前天一直在跟大家讲，你是可以在这一根出来的时候去追的，因为压回来其实也是算追，跟这种点位比，它就是算追。那如果是要做1个小时的短线，那就是只能等压回啊。我在讲的压回都是在讲1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，你就不要在这种位置去追啊。虽然追的话，有可能也是会有利润啊，
就1个小时你有没有这种耐心，或者是你的杠杆风险到底是几倍，100倍还是10倍？那我的观点就是不能在这种位置追啊，包括其他的一些主流的币种也是一样，或者是 ETC 啊。如果在这一根跟大家讲的时候，肯定也是，或者是在这一根讲的时候，也是跟大家讲，有高点不要去追，尽量看有没有压回。那现在上去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一些币种，你不然就以10天的均线，因为粉丝是手上有啊，你看一下10天的均线什么时候接近这个位置，会不会再洗盘？比特币还有哪一些？它现在整个4个小时里面，你如果感觉它有背离，因为也是有朋友在问背离的话，那昨天如果有做对，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观点，就是4个小时里面的这个位置啊，它是第一次把这个丝绸线给它走成一个金叉排列的结构，所以压回来的点位，这个位置$16,600，最终是没有达到。其实你在这个位置有买的话，现在都有利润。那朋友是在问有利润要不要平仓？我的观点是，你要平也可以啊，它这个位置是有背离，你要平也可以啊，要平要怎么平？就是1个小时的布林线，你去观察一下有出轨的位置，这种就是出轨的位置啊。那还有一点，有没有可能还有更高点啊？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整个日线的形态。上一次有讲过几次17000的压力位，目前在这个位置，我估计可能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它时间已经整理够了。前面在18000的时候，很多欧美的散户估计是在追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。那我当时是跟大家讲，有可能是一波上涨，快接近末端，也是有一点压力在18000，所以就希望朋友们不要去追，拉回的时候你再去买。买到现在，其实现在17000不要去看啊，因为这个区间有可能是会突破啊，主要就是因为它时间整理到位，20MA 早在这一根，就是这一根都已经站上了，而且下方的形态涨的时候有量，涨的时候有量，跌的时候没什么量，所以这整个整理区间都是没量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根，还有这一根。那昨天这一根其实也还可以啊。至于上涨的高点17000，我的观点是先不看了，先看一下这一次到底能不能挑战18000。如果挑战了18000，我想跟大家讲，你下一次要看高点的空点，你可能连这个高点都不用去看。我的观点是18000能挑战，那整个中线会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啊？就整个中线这一个平台整理区，我们画标准一点嘛，就是这一个平台整理区，你如果正式能给我回到18000，那说明这下方就是一个空方陷阱。如果能回到18000，下一次的空点，你尽量看这个高点能不能过。那至于这个高点能不能过之前，还有一个位置很重要，就是要去观察一下，这一个 KD 指标，周线里面它现在要形成一个金叉。下一次你再去观察，如果它 KD 指标接近50的时候是一个多空平衡区啊，如果这个50接近的时候，看当时比特币价格到底会走到哪个位置，你下一次去观察有没有空点啊。然后最近为什么还是一直在看多？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最近鲸鱼的动向啊，因为自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以后，也是看到很多比特币是从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转出，但是我们细心观察一下，比如说这些排名钱包地址，不是交易所的钱包，1个月或者是1周，基本上都是在流入啊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址是流入了4000枚，还有这一个是1000枚。还有这一个地址啊，也是3000多枚。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还有没有啊？这个是300多枚，这个地址是4900多枚，就1个月左右啊。还有这一个35名的这一个是3000多枚。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，最近有一些动作的，就这个开头是 ELG 的，最近也是流入了近1万多枚。所以从鲸鱼的现象里面去观察，好像排名在100名左右的一些大鲸鱼，他们并没有在做卖出的动作，一般都是在积累往自己的钱包去转移。所以有可能我的观点就是，不排除比特币方向还是要往上去看。那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一个以太坊，以太坊这一根上去以后，前面这一个 N 型，现在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啊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它还是在这一个矩形，就这个矩形里面来震荡。那4个小时它同样也是跟比特币一样啊，就是短期4个小时是有背离。你如果要卖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不变。KD 跟 MACD 是双背离，那你观察一下，如果要平掉的话，就是出轨的位置是可以平啊。
你可以平在很高很高的位置，1个小时的布林线上轨是可以做短线，因为昨天也是跟大家讲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昨天也是达到这一个1230附近啊，所以这个买点到现在有利润的朋友，你要卖的话，就是我教大家的一招，1个小时你可以在布林线上轨做平站的位置。那短线涨多的话，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有可能它还会再整理，然后看会不会再上啊。现在其实量价也还可以啊。就是这个位置，当时也是跟大家讲，一般正常的情况，在这个位置是希望朋友们要站在多方，因为我估计这一根 K 线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。那为什么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讲，你要站在多方，就是因为看到一根 K 线这么长的一个下跌，而且是遇到支撑的关卡，你按正常，如果空方要乘胜追击，这一根要马上再破啊。这一根是马上遇到一个多底，所以当时就跟大家判断，有可能这个位置支撑是非常的强，不然的话它不会马上遇到一根多底。那走到现在的话，是不是对的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